这个位置有人了。莫一幽是一个性格很内向的女孩，戴着一副老气的眼镜，扎着简单的马尾，穿着也很朴素。外表不起眼的她当然得不到大家的注意，而且偶尔还会受到一些品行恶劣的同学的欺负，所以她的身边朋友少之又少。算下来，杨欢是莫一幽在学校里唯一的好朋友了，而他们才刚刚认识1个星期。上星期一考试完之后，突然下了一场暴雨。杨欢撑着伞经过教学楼的时候，遇到了在屋檐下躲雨的莫一幽。莫一幽看上去就像被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欺负了一样，湿哒哒的头发还在往下滴水，整个人蜷缩着，像个可怜的小动物在无助的发抖。杨欢走了过去，愿意与他分享一把伞。这一个小小的举动使莫一幽感动万分。从此，杨欢变成了莫一幽最好的朋友，也是唯一的朋友。杨欢家境优越，人长得也漂亮，就是学习方面略有遗憾。说起来也巧，其实那天杨欢心仪的简黎明刚好从楼里出来。杨欢心想，能在心仪对象面前表现一下自己的善良之心，又能借此机会认识成绩优异的莫一幽，以后可以让莫一幽辅导自己的功课，何乐而不为呢？那一天之后，杨欢身边似乎多了一个跟屁虫。每天晨读前，莫一幽都会为杨欢准备好早餐。每到食堂时，莫一幽已经为杨欢打好了饭菜。每次要上课，莫一幽也已经在教室里为杨欢占好了座位。因为杨欢长得漂亮，所以想接近她的人总是想在课间把座位换到杨欢的身边，而每一次杨欢总是不厌其烦地说：“这个位置有人了。”看着那些失望离去的男孩子们，杨欢心里有满满的优越感。其实杨欢打心眼里是看不起莫一幽的，他觉得自己美丽而高贵，而莫一幽只是他身边的小丑，是凸显自己的陪衬。每当莫一幽站在自己身边的时候，他都能感觉到周围人对他的称赞，这带给他强烈的自信。对于莫一幽，他只想应付了事，因为他知道只要给莫一幽一点点的甜头，莫一幽就会心存感激，并像一条得到了极大满足的哈巴狗一样，整日围绕在自己的身边，供自己使唤。而对莫一幽来说，杨欢就是他生命的全部感动。为博得杨欢对自己一点点的好感，莫一幽愿意付出自己的全部。他像一个虔诚的教徒，向高高在上的杨欢乞讨恩泽。他总是对杨欢感叹：“唉，要是我早些认识你就好了。”这天是莫一幽的生日，依旧只有杨欢为他庆祝。他们在操场上看星星，谈理想，相互交换小女孩心中的小秘密，虽然简单，却也美好。临走前，杨欢拿出为莫一幽准备的礼物，一把精致的小木梳。莫一幽为此感激涕零。我们会一直成为好朋友吗？莫一幽满含热泪地问。当然，肯定会的。以后无论我去哪里，你都可以跟我一起吗？会呀，只要你愿意带着我，我会一直跟在你的身边做你的朋友。谢谢你，杨欢。我今天也为你准备了一个礼物，我错过了你今年的生日，这就当是补上的吧。说完，莫一幽拿出他准备的一个小木盒，交给了杨欢。深夜，两人便各自回了寝室了。杨欢回到寝室，
好奇打开莫一优送给他的小木盒，里面是一张照片，照片血腥而恐怖，一个小女孩被卡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，半个身体被挤压的血肉模糊，脸上尽是玻璃残渣，2颗眼珠子瞪得狰狞而扭曲。照片里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杨欢。这时手机突兀地传来一阵铃声，翻开一看，是莫一优发来的短信：杨欢，你明天还是别跟简黎明出去了好吗？我舍不得，我真的舍不得。这死丫头还跟我抢男朋友来了，简黎明是你有资格跟我抢的，还弄张照片来恶心我。杨欢愤愤地拿起手机回拨过去，只听到电话那头响起一阵苍白的女声：你所拨打的电话不在人间，请稍后再拨。杨欢吓得把手机一丢，哼，肯定又是这臭丫头换了手机彩铃来整我，看我改天不收拾你。杨欢不屑在为莫一优生气，带着明天将与简黎明约会的浪漫遐想，渐渐进入了梦乡。第二天，简黎明开着车奔驰在马路上，杨欢摇下车窗，感受着掠过的清风。他在想象今晚依靠在简黎明胸膛前的那一刻是多么美好。你喜欢我什么？杨欢突然转头看向简黎明，调皮地问道：我喜欢你的高贵，你总是在身边留一个空位，却从来不让任何人靠近，那位置是为我而留的吗？可是我身边一直坐着莫一优啊。杨欢对简黎明的回答一时摸不着头脑。莫一优，你可别吓唬我，他上星期已经死了。死了？是啊，听说他上星期某个夜里被一群混混欺负了，也许是没有什么朋友，没处宣泄，他就自杀了，就溺死在第3教学楼的女厕所里那个池子里了。杨欢脑袋轰的一声，想起了莫一优对他说的话：我要是早些认识你就好了，我们会一直成为朋友吗？以后无论去了哪里，你都可以跟我一起吗？杨欢突然想起莫一优昨晚送给自己那个小盒子，他紧张地打开盒子，再次拿出那张照片，惊奇地发现右下角的日期就是今天。这时后座突然传来一阵啼哭声，杨欢转头一看，只见莫一优正低头掩面而泣，嘴里默默念叨着：我舍不得你，杨欢，我舍不得你。一阵猛烈的刹车声响起，杨欢猛然回头，一辆失控的大型油罐车正迎面撞来。谁敲了我一棍子？其实我今天讲这些呢，是在我外公家住的时候发生的几件小事儿。我的初中是在离外公家走路10分钟左右的华南中学上的，虽然离外公家很近，但是呢，因为外公年纪大了，不方便照顾我这个上下学以及饮食起居。现在想想，与其说外公照顾我，不如说呀，是我照顾外公。所以啊，我每年都是交钱住校的。外公家的房子是4、5层的楼房，外公因为腿脚不方便，所以啊住1楼。厨房和客厅以及主卧都在2楼，餐厅和客房在3楼，4楼、5楼呢放着一些杂物，大部分的房间呢都是空的。因为不想在星期一一大早起来搭车上学，主要啊还是不想要5点多起来做早饭。关于做早饭，忽然有一天，平时5点多呀就起来做早饭的妈妈，到了6点多还在睡。我看看表，怕是来不及吃早饭去上学了，只好自己爬起来呀，去做了早饭了。那时候1天3餐，超级规律。
觉得不吃饭去上学是不行的，也就从那一天起，一切都开始变了。只要我在家，妈妈就不再起来做早饭了。冬天的5点多，外面天还黑着的，我一个人坐在这个土灶前，一手拉着风箱，一手添柴，四周静悄悄的，就风箱扑哧扑哧的响着，又冷又困。哎呀，我是多羡慕还在被窝里睡觉的其他人呢。后来呀，我都是周日提早到外公家，然后第二天走路去上学，这样早上啊可以多睡一会儿。只是每次周末去，我一天其他的啥也没干，光顾着做卫生了。外公呢是一个超级节俭的人，什么都能省，就是不用。就连水呀都是能省着用，明明是自来水，但外公抽水呀从来只抽一会儿，不把水缸给抽满了，怕费电。每次我打开水龙头用水的时候，就担心呢下一刻突然没水了。要是抽水开关不在我外公的房间就好了。也因为不舍得用水，外公啊也几乎不洗餐具。据说呀，是吃完了直接拿个盖子盖上，下次直接再装饭吃。我猜后来呀，他的肠胃癌就是这个引起的。更不用说收拾厨房了，一星期下来，污垢堆积，垃圾遍地，都看不到瓷砖原来的颜色了。结果呀，每一次到外公家就开始收拾，先清洗冰箱，然后把给外公带去的食物放进去，然后啊开始收拾桌子、洗灶台、窗户。有抽油烟机，可外公怕耗电，从来不开，搞得整个窗户啊都是油腻腻的、黏糊糊的。接下来拖地、洗衣服、被子。那时候啊没有洗衣机，都是在浴室里手洗。洗衣服前呢，对浴室里的清理也是一个大工程。反正我后来呀都收拾的有点心理恐惧了。为了不让垃圾污垢堆积，本来呀每周只去外公家一次的我，为了保持卫生，放学学校不住了，直接走读了。名义上我还是住校生，只是啊我只在学校吃饭，就是自己带去的米饭，然后啊用铁饭盒放在食堂里给炖饭。学校规定走读生只要上2节晚自习，而住校生呢要上3节。因为我是住校的，所以啊我要上完3节晚自习到9点，然后再让校尉大爷帮我开门，一个人走回外公家里。这路上都没人，不过呀还好有路灯。如果是没记错的话，路灯开到晚上10点。在外公家对面吃碗沙县小吃，那时候啊沙县小吃很火。再回到外公家里，简单的收拾一下外公白天留下的垃圾，然后睡觉。第二天上学的时候把垃圾给带出去。因为每晚呢都要收拾，终于啊房子没那么脏了。为此后来舅舅就特别希望我不要住校，跟外公一起住，这样啊他们一家回家过年的时候能看到干净的房子了。后来毕业了，高中去了别的地方，要坐2-3个小时的车，中途还要转车，太麻烦，就很少回家了。一个星期啊估计能回到1-2次，更别说去外公家里了。即使这样，每年舅舅回家过年都会给我家打电话，让我提早几天呢去外公家里帮忙把房子给收拾干净。我这呀是被抓了壮丁了呀。这些话呀都是后话了，感觉有点偏了。回归主题，事情呢就发生在我走读的时候。不知道为什么有一段时间呢，我在外公家总是被电到。外公家的阳台都是铝合金玻璃封起来的，为了能直接被太阳晒到。晴天的时候，我衣服被子都是拿到顶层的露天阳台晒的。
这露天阳台上有2根灯柱，我在中间呢绑了一根晾衣绳。常年风吹日晒的，加上没人管，这灯柱上有的灯罩已经碎了，有的呀还露出几个线头来。但我知道凭外公的节俭，除了1楼2楼，最多到3楼的楼梯电闸是开的，而且呀也只有使用的区域，而4楼5楼的电闸全是关着的。所以呀我也不担心漏不漏电的问题，因为根本没通电，平时衣服啊都晒得好好的，也无意中碰到过几次灯柱上的电线都没事儿。可是啊突然有一天就被电了一下，我很疑惑，后来呢又被电了几下。我试过开关室内的电灯没有亮，后来呀我跑去问外公是不是把顶楼的电闸给打开了，外公说没有。那我就搞不明白，就猜可能是电线偶尔短路碰线漏电了吧，之后啊就没再管了，只在以后收衣服的时候尽量不碰到灯柱上。这事情呢并没有因为我不碰灯柱而结束。在厨房的一个墙角，不知道哪一天起，忽然就发现呢有一根从天花板垂下来的电线，线头是裸露的，也没有被绝缘胶带给捆住了。它为什么那么垂着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曾经试着呀把它给拉下来，拉了几次都没有拉动。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，所以呀没敢用力。在被阳台灯柱电过后的几天呢，当我抬头又看那根垂下来的电线的时候，我又想着呀试着再拉一次。这次我手刚碰到线，忽然觉得后脑勺一疼，感觉有人在背后拿了根手腕粗的棍子找我脑袋狠狠地敲了一下，很疼，但是不晕，就好像啊棍子打在手臂上那样，就棍子挨着的那一块疼了一下。我以为是外公，马上转身呢，刚想问外公为什么打我，刚叫了声外公2字儿，发现呢背后空空如也，没有人。咦，外公要走出去了？这么快吗？我赶紧走出厨房，看向楼梯，没有人。我从楼梯那里往下探了探，都没有人。我又回到厨房看看那电线，难道我刚才被电了？为什么我触电线的手没被电到？为什么是感觉被敲了一棍子？还有，这电线是通电的吗？那为什么之前碰了好几次都没事儿？如果这线是通电的，不管出于什么目的而预留的，为何不在线头上缠上胶布呢？这不合理。问外公啊，肯定是得不到答案的，所以我只能把所有的疑问都憋回了肚子了。只是再也不敢去碰那根电线了。虽然我觉得他很碍眼，后来呀，我有问外公那一天呢，他有没有上楼，他说没有。这到了年底，舅舅一家回来过年，在收拾厨房的时候，看到那根电线，把它给扯了下来。这时候我才知道，那真的只是一节没用的电线。装修的时候落下的一节没有接电的电线，那就不存在我被电的情况了。那当时是谁敲我一棍子？而且在被敲完之后，我是感觉有听到有人上楼并进了厨房了。只是因为房子里就我和外公，所以我默认是外公上楼来了。我还想说，外公是不是肚子饿了，来看我饭有没有做好呢？这还有一件怪事儿，就是在主卧里，有一面墙接近天花板的地方，在晚上会透着隐隐的亮光，朦朦胧胧的，像外面照进来的路灯、月光，又感觉不是。我寻找了好几次，那光啊，到底是从哪儿照进来的？为什么会照在那个位置？因为高度不对，
可是没找到。为了不吓自己呢，我就告诉自己它是外面照进来的光。然后我每天睡觉关灯前都会看一下那光还在不在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发现呢，即使外面没有路灯，天上没有月亮，周围都是黑黑的，就那个地方雷打不动的透着朦胧的白光。我那时候啊，即使是怀疑，也一直暗示自己那就是外面照进来的灯光或月光，没有什么的。当然也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件事儿。邮购新娘第1集。在按回车键之前，他回头望了一眼，小苏兰跑了过来，用力的抱住他。他抽泣一声，按下最后一键。失恋后，芦苇彻底打消了恋爱的念头。这年头要找一个真心爱自己的人太难了。他把原先用来谈恋爱的时间都泡在网上，到后来渐渐沉迷，觉得虚拟的世界比现实更好。半年后，芦苇已经成为一名标准的网虫，基本上足不出户，连购物也都是在网上进行的。某物网是他常去的购物网站，在这里他买了很多有用没用的东西，没事就去搜搜新开的店铺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卖。这天又开了一家新的网店，网店的名称是伴侣销售店。这个名字很奇特，是咖啡伴侣吗？他疑惑地点开店铺，出现的商品列表是各式各样的俊男美女，下面有一行说明文字：选取你喜欢的异性作为你的终身伴侣。这算是怎么回事？色情服务吗？芦苇正想着，一眼看到窗口上漂浮过一行文字：本站不提供任何色情服务。有意思，芦苇好奇心顿起，再看看那些俊男美女的价格都很便宜，不超过10块钱，而且可以试用7天。7天以后如果不退货，网站才会把钱打到对方账户上，可以说是买家是绝对公平的。那就买一个看看吧。芦苇在那些美女中选择着，每一个都有不同的特色，没多久眼就看花了。好几次想要购买，始终下不了决心，连翻了好几页，直到看到那张脸。移动的鼠标的手猛然停下，他终于明白自己一直在寻找的是什么，这并非是一张让人惊艳的脸。普通的眉眼，一头齐耳短发，在一堆美女中甚至显得有些丑陋。可是芦苇一看到他就忍不住热泪盈眶。他本来以为经过了这么久的时间，他应该已经忘记了，没想到再次见到这张脸还是那样让人心疼。这张脸他太熟悉了，在过去的5年时间里，这张脸的主人苏兰都是他的女朋友。但在半年前，苏兰终于无法忍受他的胸无大志，毅然和一名前途无量的 IT 精英结了婚了。苏兰结婚的消息来得让他措手不及，他还在盘算着怎么向苏兰求婚，一转眼就收到了他的结婚请柬。婚礼他去了，但是一看到苏兰穿着结婚礼服笑得那么高兴的样子，他就觉得心里像针扎一样。没等落座便仓皇逃走了。从那以后他再也没见过苏兰，也是从那以后他躲进了虚拟世界。没想到今天会在这里看到苏兰的照片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有些疑惑，有些恍惚，不管怎么样先买了再说吧，于是点了购买键，把钱支付到网站的账户里。7天后他收到一个包裹，
包裹上写着终生伴侣，小心珍藏。这就是他购买的终身伴侣吗？他捧着和鞋盒差不多大小的包裹，感到自己上当了。打开包裹，里头是一个精致的纸盒，再把纸盒揭开，一个1尺来长的木头人露了出来。木头人做工极其精致，若不是手感和尺寸不对，看上去十足的是个活人。木头人的容貌和苏兰是一模一样，穿的也是苏兰最喜欢的那种淑女巫的裙子，一双眼睛深情地凝视着芦苇。盒子里还放着另外2个小盒子，外加一份说明书。芦苇打开小盒子，是一套小型的婚纱，另一个1寸大小的小盒子里装着2枚钻戒。说明书上，芦苇给小人穿上婚纱，戴上戒指，并且依照指示办了个婚礼，小人就会成为他的终生伴侣。芦苇觉得这事儿有点邪门，但还是依照指示帮小苏兰穿好婚纱，然后自己打开衣柜，取出那套为了和苏兰拍婚纱照特意买的西服换上。戒指先给自己戴上，再给小苏兰戴上，抱着小人在房间里走了一圈，互相鞠躬，就算完成了仪式了。他觉得自己有些可笑，这么大的人了，还玩这种幼稚的游戏。看着怀里一动不动的小人儿，他叹了口气。正在此时，电话铃响了，一接电话，居然是很久不见的苏兰。芦苇吗？苏兰语气悠悠。你好吗？芦苇不知所措，呆了一呆才道：还好，你呢？我也好，刚才不知怎么的，突然就想起了你，能出来见个面吗？理智告诉芦苇，苏兰已经是别人的妻子，这面是不该见的。但是没等他想清楚，就已经脱口而出：好。挂了电话，他回头看了看坐在沙发上的木头人，觉得很疑惑。这木头人和苏兰电话之间仿佛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。来不及多想，他匆匆换了套衣服，便出门赶赴苏兰的约会去了。走出门，离约定的咖啡店还要穿过一条马路，走到斑马线边上，他看到对面的苏兰正踮着脚朝这边望。苏兰身上的衣服和盒子里小人的衣服一模一样。看到芦苇，苏兰高兴地挥了挥手，马上朝这边跑了过来。芦苇忽然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，没等他反应过来，侧面一辆大卡车行驶过来，苏兰被撞飞了。芦苇大脑一片空白。苏兰被送进医院，抢救了3个小时后，医生走出来说，苏兰处于昏迷状态，不知能不能醒过来。邮购新娘第2集。芦苇想走进病房看看苏兰，但她的丈夫已经在里面陪她了。她在门口看了一会儿，便默然地回家了。回到家里，天已经黑了，屋子里的灯不知道怎么竟然亮了起来。她打开门，惊讶地发现餐厅桌上摆了一桌热腾腾的饭菜。谁来了吗？妈！她试探地喊了一声，走进厨房。厨房里，一个2尺来高的身影在忙碌着。听到他的脚步声，那人一回头，芦苇顿时后退了几步。那是苏兰。确切地说，那是他买回来的木头人苏兰。他仍旧穿着一身婚纱，只是个头高了不少，看上去也不再是个木头人。你回来了。小苏兰温柔一笑，继续踮着脚炒菜。芦苇觉得毛骨悚然。
小苏兰完全没有觉察到他的情绪，就像一个真正的妻子一样温柔体贴，偶尔会撒娇，除了身体小的不像话之外，她就是真正的苏兰。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小苏兰也一天天长高，到了第6天，她已经长得和真正的苏兰一样高了。这6天里，芦苇每天都会去看真正的苏兰，他仍旧没有醒，脸色越来越苍白，但芦苇心中的焦虑却一天天少了。他已经习惯了家中那个渐渐长大的小苏兰，甚至他觉得那就是真正的苏兰。两者之间看不出任何差别，如果非要说有差别的话，那就是真正的苏兰并不爱他，而这个邮购来的苏兰对他死心塌地。作为一个男人，看到自己心爱的女人总是含情脉脉的眼神看着自己，还能怎么样呢？这天夜里，小苏兰温柔地靠在他的身边，说着绵绵情话，就像曾经在梦里梦见的一样。他就在这样温柔中幸福地睡着了。第7天，他是被电话吵醒的。电话是苏兰的丈夫打来的，他在电话里泣不成声说：“苏兰死了。”芦苇脑中轰的一声，随便抓起件衣服就要下床。什么事儿？小苏兰拦住问他。苏兰死了。他失魂落魄地说道。你说什么呢？小苏兰笑眯眯地在他脸上亲了一下。我不是好好的吗？芦苇心头一震，身子僵住了半天，凝视着小苏兰。忽然有个念头闪过他的脑海，他忍不住脱口而出：“是不是你干的？”不是我。小苏兰微笑着摇了摇头。世界上只有一个苏兰，只有一个。要我，还是要他？你可以选择。今天是最后一天，过了今天，你就不能退货了。他把他的手放到自己脸上。摸摸看，我是货真价实的苏兰，唯一不同的是，我爱你。是的，这是货真价实的苏兰，肌肤细腻，温柔可人，最重要的是，她爱自己。这么说，只要这个苏兰存在，那个真正的苏兰就会死去。我记得我们过去发生的一切，我们相识、恋爱、分手，我全部都记得。在这之前的一切我都记得。你要知道，我就是苏兰。在芦苇出门前，小苏兰强调道：“如果他全部记得，那他和苏兰有什么区别呢？”一直走到医院，芦苇也没有找到答案，直到看到苏兰的尸体。苏兰的尸体仍旧停在病房里，她丈夫一边握着她的手不肯放手，死去的苏兰苍白浮肿，看起来一点也不可爱。芦苇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会看着她变成这个样子。说到底，她变成这样还不是自己害的吗？如果自己没有订购那个终身伴侣，就不会发生这一切。然而，就算她真的死了，又如何呢？另一个和她一模一样的爱自己的苏兰正在家中等着自己。那个人的灵魂和眼前的这具尸体毫无区别，但却能永远的陪在自己身边。芦苇的脑子乱了。苏兰的丈夫无法永远的握住她的手，最终她被慢慢的推向了太平间。看着那个泪眼婆娑的男人，芦苇仿佛看到很久以前的自己，在苏兰刚刚和自己分手的时候，自己也同样如此憔悴可怜。他忽然想到两个苏兰的另一个区别，这个苏兰的爱情是自己选的，而那个苏兰的爱情是自己花钱买来的。爱上苏兰是自己的选择，
爱上别人是苏兰的选择。正是因为有了选择权，爱情才更显得珍贵，不是吗？等一下！他拦住了推往太平间的车，把苏兰重新推回病房，让她丈夫等一阵子。那做丈夫的求之不得，抓住苏兰的手重重点头。芦苇飞奔出医院，飞奔回家，打开门，小苏兰笑盈盈地迎了上来，他一把抱住她，用尽了全部力气，拥抱亲吻，眼泪涂满了她洁白的脸。你要退货是吗？他不安地问了。芦苇点了点头。可是我爱你呀！小苏兰哭了起来。他从来都不忍看到苏兰流眼泪，即使眼前这个只是另一个的替身，他也同样不忍心。他转过身去，强迫自己想起在医院那具尸体，打开电脑，强迫自己不再回头，下了退货订单。在按回车键之前，他回头望了一眼，小苏兰跑了过来，用力地抱住他。芦苇抽泣一声，干下了最后一个键。身后传来啪嗒一声，那个木头人掉到地上，仿佛听到自己心里啪的一声，如同折断了一双一次性筷子。电话铃响了，苏兰在医院复活了。芦苇机械地说：“祝你们幸福。”便挂上了电话。他把木头人抱在怀里，抱了很久很久。木头人最终邮寄回给卖家，他的电脑里留下的那是7天他们欢乐相处的 DV 和照片，他一遍一遍地看着。有几次芦苇在路上又遇到苏兰，苏兰客气地跟他点头，身边是她深爱的丈夫。他眼里泪光盈盈，想起那7天他最爱的人就在自己身边。夜遇老婆婆。我爸有个朋友，我一直不知道他叫什么，只是一直叫他三叔。他这个人高高瘦瘦的，很是和气，也很爱和人聊天。有一天我和我爸到他家拜访，要走的时候刚好外面下起了小雨，三叔就说呀，让我们多待一会儿。他也正好可以和我爸聊天。聊了一会儿，三叔突然指着角落里一把黑色的雨伞说道：“张哥，你知道吗？每当下雨，我就会想起这把旧雨伞。不瞒你们说，他曾经救过我的命。”我和我爸都非常好奇，就问怎么回事。于是呢，三叔就点燃一根烟，开始给我们讲起了他的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儿。大概是10年前的时候，我三叔在市区开了一家五金店，经常需要送货到乡下各地。那天下午，他正要送东西到一个小山区，回来的路上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，没多久雨水就汇集满地，崎岖的山路立刻变得泥泞不堪。三叔小心地开着车往回走，突然前方出现一个人影，开近了一看，原来有个怀抱小孩的妇女。老妇呢，打着一把黑色的大雨伞，在雨中缓缓前行，衣衫打湿了一大片。三叔慢慢把车开到他身边，大声说道：“大娘，你上哪儿去啊？这么大的雨，我搭你一程吧。”妇女抱着小孩，又撑着雨伞，半天没有打开车门。我三叔帮了一把，那妇女才好不容易上了车。孩子似乎在沉睡中，他找了一条不算干净的毛巾递给妇女擦擦，就问道：“这么大的雨还出门呢？”“哎呀，孩子突然发高烧，刚出门的时候雨不大，家里的男人都不在家，等不了，儿子呀去挣钱打工了，就我一个人在家。”妇女说道。三叔仔细看了看妇女，年纪和自己母亲相当，却已经是白发参半，
脸上布满了岁月的沧桑，应该是孩子的奶奶，就问道：“你是要去村口那个诊所吗？”妇女点了点头：“那我送你过去吧。”说着，三叔又发动了车子。妇女一听，脸上露出无比感激的表情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山路、暴雨、怀抱小孩，可想而知当时的情景有多么糟糕。尽管路程不是很远，大约过了10多分钟，总算出了泥泞的山路，到了村口的小诊所。我三叔又帮妇女打开车门，此时雨刚好停了，只是星星点点，天色也逐渐亮了起来。妇女感激地下车，眼睛湿漉漉的，说了几声谢谢，便抱着孩子急匆匆的进了诊所里。这完事以后呢，我三叔就开始往回家的路上赶。此时已经是接近傍晚时分了，天色渐渐暗淡下来，大约半个小时就到了自己家门口。自己的五金店在一个小巷子里，他找一个地方停好车，一下车就皱起了眉头。原来天空又飘起了毛毛细雨。突然他发现这副驾驶的座位上有把黑色大雨伞，正是刚才抱小孩的大娘落下的。三叔心里说正好，就拿起雨伞撑开，开始往店里疾步走去。经过一个小巷的时候，突然刮起一阵大风，迎面3楼的一个广告牌突然掉落，朝他砸了过来。说是迟那是快，小小的巷子他也来不及躲闪，慌乱之下只好紧紧攥着那把黑色大雨伞挡在面前。只听砰的一声，他就摔倒在地。这伞布被撕出好几个大口子，细细的伞骨折断了好几根。由于雨伞的缓冲，加上广告牌也并不沉，受伤并不算太严重，只是手臂上划出了好几道长长的口子，头被撞了一下，并没有什么大碍。但是如果没有那把破雨伞的遮挡，他受伤绝对不止这么一点的。也许真的是机缘巧合，他冒雨搭送老妇人，老妇人落下一把旧雨伞，居然在无意间派上大用场，甚至救了自己的命。无论是机缘还是巧合，亦或是冥冥中早有定数，如果不是这趟搭车之行，或许他的人生此刻正潜伏着更大的灾难也未知。这就是因果。三叔的故事讲完了，而那把雨伞一直被他珍藏在角落里，为的就是时刻提醒着自己，帮别人就是帮自己。俗话说得好，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常行善举，必定会有福报相随。做好人，行好事，要相信好人一定会有好报的。半夜是谁在敲门？这件事儿呢，是我的一个朋友和我讲的。在此之前，我是一个无神论者，对于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鬼神之事，从来是不屑一顾的。可是后来，当我的朋友和我说起他经过的事情的时候，我对这些事情的态度就改变了。我的朋友小明住在东北，小明个子很高，长得也可以。都说这东北地区怪事挺多的，以前我一直以为那是人为捏造出来的，但是当朋友亲口和我说的时候，我才知道有些事情是真的存在的，并不是人为捏造的。小明住在东北的一个县城里，他家里的经济状况还是不错的，父母都是商人。一般来说，商人都是比较信教的，因为大家都是有求财心切，所以小明的父母都信教。但小明可不是信教的，他可是从小到大都没有相信过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。也许是因为知识水平不同吧，
小明的父母以前没上过学，可以说呀，今天的成就可都是父母辛辛苦苦拼出来的。而小明就不同了，从小到大，父母都把小明送进最好的学校，吃穿最好的东西，所以两者的世界观也有所不同。我还记得小明这样和我说的，他说他家里除了父母以外，还住着一个姨婆，那个姨婆很老了，已经有70多岁了。因为他家里的儿女都去外地打工了，所以呢，就剩下姨婆一个人。因为他年纪大了，照顾自己呢也很困难，所以父母便把他接到家里来。每个月他的儿女都会寄一些生活费来给父母，都是亲戚帮帮忙，也是应该的。小明说，3个月之前他姨婆去世了，而且去世的时候是在冬天。姨婆去世那一天，他的儿女都从外地赶了回来，也见到老人家最后一面。小明说那天家里是挤满了人，有的是那个姨婆的儿女，有的是来做法事的，有的则是沾边的亲戚。反正啊，就是家里很挤，差点装不下了。那天晚上，大家伙忙到很晚，因为还要做法事，做饭，反正是各种各样的事情，忙都忙不过来。我们那儿有这样一种说法，就是人死了之后，要打开门，让死者的鬼魂可以出去。如果是关上门，那么魂魄就会被锁在家里出不去了，这样死者就不能得到安息。但是由于当时是冬天，在我们那儿呢特别冷。小明说那个时候都已经是深冬季节了，气温都到零下10-20度了。由于当时小明家住的又是平房，家里没有空调，所以呢就没开门。这大家一直忙到大半夜，眼看人们都回去了，该忙的事情呢也都忙完了，于是小明一家人就睡下了。可是睡着睡着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小明被一阵响声给吵醒了。他仔细一听，这个响声好像是有人在敲门。于是小明起身打开灯，冲着门外叫了一声：“谁呀？”但是啊，令小明惊奇的是，门外竟然没有回答，静悄悄的，一个人也没有。他就觉得也许是哪只流浪狗弄的吧。这年头流浪狗很多，而且时不时的为了避寒，就经常去弄响别人家的门，想进去躲避。于是呢，小明也没在意，后来便接着睡下了。刚睡下没多久，又是一阵摇门声，把小明给弄醒了。于是他又起身开灯，朝着门外又叫了一声：“到底是谁呀？”还是没人回答。这回小明可真的是害怕了。于是呢，小明便叫醒了父母，然后把整个事情的经过告诉了父母。小明的父母都是信教的，对于这些事情啊，一直很敏感。这后来父亲和小明一起睡，刚睡下没多久，摇门声又传来。小明爸爸也不怕，就接着睡，也没理那个声音。如此反复几回，小明老爸受不了了，于是呢，便把母亲也叫了起来。这后来父母才想起人死后要开门，可能呢是由于今天太冷了，他们都没有打开，突然就想起来。这父母呢立刻就把门打开了，一直打开2个小时。这后来过了2个多小时以后，小明一家人在睡的时候，就再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了。不过后来小明生了一场大病，去看了好多医生，都说小明身体没有问题，但是呢，就是查来查去，查不出个所以然来。他听完这个事情以后，刚开始我是不信的，可是在平时和小明相处的时候，小明这个人从来不会撒谎的，所以后来我还是选择了相信。他们之后呢，请了一个道士做法，这事儿呢才好了。再后来这样的事情也就没有发生过了。
生活又慢慢恢复到平常的日子里。再后来，家里也没有发生过什么大事，一切都顺利。那在这个世界上呢，怪异诡异的事情很多，那些现在无法解释的事情并不代表不存在，恰恰相反，这些事情是真的存在的，只是现在的认知水平有限制，导致我们现在还不能真正的认识他们。也许他们正在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在你我的呼吸之间。助人致富的鬼哥。有个书生叫做马玉龙，父母去世的早，姐姐出嫁了，这一个人的日子是穷得叮当响。这过年了，眼看别人家是灯红酒绿，大鱼大肉，自己却连煮粥的米都没有了，不由得呀自叹命苦，深感活着不如死了痛快。于是啊，就找根麻绳准备上吊了。马玉龙把麻绳系在这茅草屋的横条上，正要把脖子伸进绳套里去，突然听到有人喊：“不要上吊，不要上吊！”这马玉龙一惊，四下看了看不见人影，就问道：“哎，你是哪个？你在哪儿？为什么不要我上吊？”“哎，我叫陈道进，我给你送过年的银子来了。”随着说话声，一个与马玉龙年龄相仿的男子出现在马玉龙的眼前。这马玉龙上下打量这个自称是陈道进的男子，不解地问道：“我又不认得你，你为什么要给我送过年的银子？”陈道进回答：“哎，虽然咱们不认识，但我看你上吊就不能袖手旁观，见死不救。”这马玉龙听了这话有些感动，但还是说道：“我穷得一无所有，收了你的银子日后该怎么还你呢？”“嗨，说什么还不还的，我们做个朋友嘛。好在我也是孤单一人，用不了多少钱。”说着，就从身上取出10两银子送给马玉龙。马玉龙接过银子说道：“陈大哥，你救了我的命，又送银子给我过年，你是我的恩人。再说你我都是单身，就让我俩一起过个年吧。”这陈道进也不推辞，只是不出屋，让马玉龙一个人去打酒买鱼，过罢30才离去。正月初2，马玉龙的姐姐领着儿子来给他拜年，进屋一看，有鱼有肉，有酒有米，心里很是高兴，就说：“玉龙呀，我还担心你什么都没了，这下可好了。”停了停又说：“玉龙啊，你现在有钱了，该娶个媳妇儿了。”马玉龙笑了笑说：“哎，这个全凭姐姐做主。”果然15一过，姐姐就给马玉龙带来一个姑娘，二人见面都很乐意，不久啊就择日成亲了。办完婚事，马玉龙的10两银子所剩无几了。来喝喜酒的陈道进看在眼里，就出主意说道：“哎呀，贤弟呀，富不离书，穷不离猪，你就养头猪吧。”这新媳妇儿出身穷苦，很是勤劳，听陈道进这么一说，很赞成的说道：“陈大哥这主意不错，我也会养猪。”说买就买，这第2天玉龙就买回来一头小猪。这说来也怪，他媳妇儿在喂猪的时候，总有一群白鸽子在食槽里跟这个猪抢食吃，不吃饱啊赶也赶不走，可伸手去捉，又一下子不见踪影。这马玉龙感到奇怪，便去找陈道进说了这事儿。陈道进出主意说：“哎呀，你把那猪槽挪开，用锄头挖几尺，看看下面有什么东西没有。”马玉龙很听陈道进的话，挪开那猪槽，刚往下挖了3尺来深的样子，就发现了一口缸。这缸盖破了个窟窿，露出一缸白花花的银子。马玉龙用这缸银子呀，买田置地造屋，
不出半年，马玉龙不仅住上了雕梁画栋的府邸，而且鸡鸭成群，是牛羊满山，长工短工、佣人丫鬟都有了。乡里乡外的人都叫他马员外。这马玉龙富了之后，不忘陈道进的帮助。这天，他对陈道进说：“这没有大哥，就没有小弟的今天。如今小弟不仅成家立业，而且成了一方户妇，可大哥还是孤身一人。如果大哥不嫌弃，就和小弟一起住，共同经营发展，收入一人一半，如何？”这陈道进感激地说：“哎呀，我没有看错你呀，你有这份心，大哥就满足了。”马玉龙急了，问道：“大哥这话为什么事儿呢？要不我给大哥一笔钱，大哥自己去造屋娶媳妇儿吧。”陈道进说：“哎呀，实不相瞒，大哥呀是一孤魂野鬼，贤弟所说一切，恕大哥无缘接受。”这马玉龙闻之大惊，却没有失色，心里却想到：“哎呀，这鬼比人还有情有义呀。”陈道进见马玉龙这个样子，接着说：“我那天呢，原本是要找你做替身的，你上吊正是我求之不得的。但一看呢，你20好几了，连一天好日子都没过过，不由就对你有了同情心了。正巧路过一个贼，偷了一个商人的10两银子，被我发现，我便施法劫了他的赃银，拿来帮助了你。”马玉龙知道这回事以后，心里更加感动，顿时是眼眶里滚着热泪，一把抱住陈道进说：“哎呀，能遇上你，这是小弟前世所修。”停了停，又说道：“你没找我做替身，还在做一孤魂野鬼，我心里不安呐。”陈道进笑了，说：“哎，你不必为我不安。阎王爷见我不愿把生建立在别人的死亡之上，就让我去东山城隍庙里做城隍爷，明天去上任。今天我一来是向贤弟说明身份，道个别；二来还有一事相求。”马玉龙连连答应：“哎，有什么事要小弟去做，小弟一定是尽力而为。”陈道进说：“过3天，你到东山城隍庙去找我，我再交代。”这转眼间到了约定的时间，马玉龙如约前去会陈道进。这对人鬼朋友3天没见，是如隔3秋。陈道进仍像往常一样，变成人形，热情招待，还留马玉龙住了一晚。第2天临走时，陈道进才对马玉龙说道：“贤弟，哥送你一匹枣红马，你骑着这马去团风店对面的一家客栈，客栈掌柜姓冯，他见了这匹马一定要买，你就卖给他。多不要少不要，就要200两银子。我跟你实话说了吧，我当年是个赶考的举人，就是住了他家的客栈被他害死了，尸身还埋在他的床底下。善恶终有报，现在到了报的时候，请贤弟一定设法替我伸冤。”马玉龙早已愤愤不平，回答说：“恩哥放心，小弟一定给你报仇雪恨。”别过陈道进，马玉龙骑上枣红马就上了路了。第2天下午，他就到了那个客栈。果然，冯掌柜一眼就看中了枣红马。这马是膘壮肉肥，毛色红里泛黑，闪闪发光。一见冯掌柜，像是认识似的，点头摇尾，惹得冯掌柜呀，眼珠子是滴溜溜对他转着，开口就问马玉龙：“客官，这匹马卖吗？”马玉龙说：“有人买就卖。”冯掌柜又问：“想卖多少钱？”200两银子。
能少点吧？半两不能少，半两不多要，铁板钉钉，不买拉倒。这冯掌柜实在是喜欢这匹马，只好忍痛拿出200两银子，把马买下了。冯掌柜把马牵在手里，是左瞧右看，见马左边肚子下边有块毛被泥污给弄脏了，便把马牵到客栈西边不远的池塘里去清洗。想不到啊，这么高大的一匹烈马下池塘水里，猛一下就变成了一滩黄泥巴。冯掌柜不是好惹的，转身上岸，气愤愤的一把拉住马玉龙，骂他是妖人，变戏法骗银子，若不退还银子，就不让马玉龙走。这马玉龙坚持说呀，要银子可以，但是呢，要还他原马。两人是吵吵嚷嚷，推推搡搡，互不相让。冯掌柜打不赢马玉龙，只好死死拖着马玉龙去县衙告御状了。到了县衙公堂之上，不用县老爷问，马玉龙就把这马的来历说了一遍，然后再说这城隍爷就是某年某月某日被冯掌柜害死的举人陈道进，其尸身迄今还在冯掌柜客栈东厢房的床下。这冯掌柜听了，顿时是惊雷当头炸响，吓得是魂飞魄散。县老爷亲自到客栈检尸，果如马玉龙所说，死身虽说被剁成8块装在缸里，可那肉和血还是鲜红鲜红的。马玉龙是痛哭流涕，买来一口上等棺材，将尸块一一连好，准备拿回家厚葬。在事实面前，冯掌柜无法抵赖，县老爷当即定案，杀人偿命，求后问斩。